燃气中气发动器。咱们先看一下上面各个零部件的安装方法。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锅炉的上方，然后是我们从配件箱里把安全阀、节止阀，包括压力表、压力控制器找出来，先放在上面。然后咱们这一吨的是2个500组合，咱们先安这一边，然后这一边呢上面是3个法兰盘，最后面这个法兰盘，这个是肯定是安全阀。怎么判断中气出口和安全阀呢？要从这2个判断，然后拿手电筒往下照，一个小眼的是中气出口，一个全通的是安全阀。正常情况下，1吨的这边这一个是中气出口，这边是安全阀。然后前面这个孔呢是接表、接压力控制器的，然后由我们的师傅来给咱们连接一下，将咱们的金属键片键到法兰盘上。然后将安全阀2个安全阀直接放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阀的口的方向一定要朝后。然后咱们需要看一下节止阀那个地方，节止阀是有个箭头的，箭头方向一定要朝上。然后咱们看一下咱们的表接3件套，然后是下面是一个3通，左边是一个小孔的缓冲弯管，右边是一个大孔的缓冲弯管。咱们螺丝螺纹对接处都要用塑料袋缠好，组合起来，然后直接接到咱们的这个出口上。然后上方咱们要注意的是，包括下面，包括螺丝对接这边缠上塑料袋一定要拧紧，防止出现撒气的情况。再就是节止阀箭头是朝上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阀口是朝后的，也一定要注意。到时候把每个螺丝再用扳手直接拧紧就行了。上面这一块的连接方法、安装方法。咱们看一下压力控制器和数显压力表的接线方法。首先，咱们看一下压力控制器，将压力控制器前方的这个梅花螺丝卸开。然后将外壳取出。然后将咱们锅炉上方伸出来的2根线，其中有一股带扦掐的这根线，找出，通过穿线孔穿上去。这股线呢有2根黑色的线，1根红色的线。红色的线呢接压力控制器右上角的那个梅花螺丝。好，咱们看一下红色的线接右上角，就是我们师傅在这拆的这个螺丝，右上角红色的线。还有2股黑色的线，其中一股黑色的线，不管是哪一股，然后接右下角那一个螺丝。然后剩余一股黑色的线接右下角那个打铁的螺丝。然后咱们压力控制器的线这就已经接完了，再将外壳扣回原处，把螺丝紧住，这就行了。
咱们看一下数线压力表的接线方法。咱们找到锅炉伸出来的另一股线，这一股线呢是4根颜色的线。咱们找到红色的和黑色的，红色的和黑色的是电源输入线，红色的是火线，蓝色的是零线。然后咱们找到数线压力表后方上面写到一个电源，找到就是左面这一股线，红色的接红色的，蓝色的接黑色的。然后咱们再看一下数线压力表另外一端的接法，锅炉上伸出来的还剩下一根绿色的线和一根黄色的线，然后数线压力表伸出来的有3股线，其中那个绿色的线是不需要使用的，然后用建胶布把那个缠好，直接放在那边就行了。然后锅炉上伸出来这根绿色的线接数线压力表伸出来的这根红色的线，锅炉上伸出来那根黄色的线接数线压力表伸出来黄色的线。然后都接好了之后，咱们用建胶布把所有的都缠好就可以了。然后咱们从配件箱里找到这些配件进行组装。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指挥阀，咱们指挥阀的方向是有箭头的，箭头的方向是朝锅炉主体的方向。指挥阀加对丝加弯头加指挥阀加对丝这一套组合起来。再就是丝扣对接这个地方必须全部用塑料袋缠紧，因为咱们是一个1吨的嘛，2个500组合，另一边也是这个方法。然后咱们找到这一套，然后弯头，这是一个进水过滤阀，弯头加对丝加一个阀门，再加对丝，再加一个过滤阀。过滤阀也是有箭头方向，箭头方向是朝水泵的方向，然后把其余的这些地方都用塑料袋缠好。然后咱们看一下这根进水管，然后是把这2根管通过直接直接连在一起，然后一头加3头，一头加弯头，再通过2个对丝连接2个键磁阀，键磁阀也是有方向的，键磁阀也是朝上的，是进锅炉主体的方向，进炉胆的方向。包括这些地方都要用塑料袋缠好，先把这一套组装起来。咱们这个1吨的是分体的，前面是主体，后面是余热回收。去的时候咱们把前后左右间隔都是50公分之后，然后将法兰盘对好，将螺丝直接拧紧糊之后呢，然后去找耐高温的密封胶，最好是把它再打一下，防止它出现漏烟的情况。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咱们刚刚组的那个指挥阀是连接到这个地方的，那边也一套这样的。然后下面是咱组的这根进水管，这2个用2根短的金属软管连在一起。后咱们组的这一套配件是装在这个地方，过滤水的。然后咱们还有一个金银40的余热回收排污口，然后拧在这个地方，一定都要缠好塑料袋这些地方。然后咱们配件的还有一套浮球刚开始把浮球先组起来，然后把这个直接连接到这两面有2个口有一个是备用口，也可以当做溢流口，任何一个当进水口都可以，咱们直接拧上。咱是当做进水口，另一个咱们可以当做溢流口，直接接下水道。如果说浮球坏了，咱们不至于说直接出现漾水的情况。最后我们看一下燃烧机的连接方法。首先咱们从燃烧机箱子里把这些配件找出来，然后咱们看一下连接。首先咱们将这个橡胶键片键到法兰处，然后将弯头用螺丝紧住，弯头这个可以注意一点，
可以朝左，也可以朝右，这个是根据咱天然气管道聚气从哪方向进来调节的。然后咱们弯头已经紧住了，再将这个连接管直接连上。这个要注意的是，对接的时候都要用塑料袋缠好。这些地方一定要拧紧，防止出现漏天然气、漏液化气的情况。后咱们将电磁阀装到连接管上，电磁阀有一个箭头，箭头是朝燃烧机的方向。继续，燃烧机下面部分就已经完成了，咱们现在就可以把燃烧机直接连接到锅炉上面。咱们从配件里找到这个湿棉垫片，然后套到燃烧机的口上。然后咱们直接把燃烧机插入燃烧机口就可以了。然后将咱们的燃烧机用螺丝紧固住。找到这个燃烧机的电源接线块，然后将里面的小梅花螺丝卸下来。然后咱们可以看到有一块红色的区域和一块黑色的区域。首先呢，咱们把红色区域上面标着 T1、T2这两个端子用一根线连接在一起。然后咱们黑色区域有一个 L， 有一个 N，L 是火线 ，N 是零线。然后咱们锅炉伸出来有一根红色的线，一根蓝色的线，这就是个电源线。红色的是火线，接黑色端的那个 L， 蓝色的是零线，接黑色端的 N。然后咱们的线就已经连接完成了，再将这个黑色的盖子直接扣紧。然后将电源接线块直接插在燃烧机右下角的方向，然后一定要插紧。咱们另一个口呢是电磁阀的接线块，然后把电磁阀的接线块直接接到电源线接线块上方那个位置就行了。咱们燃烧机的接线什么的这一块就已经完成了，然后把咱们的外壳直接扣紧，中间有一个小螺丝、小旋钮，咱们可以直接紧上。然后咱们另一边呢，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直接连接好就行了。我们现在的燃烧机两台燃烧机都已经装完了。咱们看一下那个天然气进气口。咱们1吨的呢，这个进气口是金40的，分两个，
到时候咱们把天然气管道直接接到进气口这边就行了。这个要注意的是什么？1吨的每小时耗气量是个76立方，这个一定要达到。再就是压力维持到3到4千帕。看一下咱们水泵的连接方法。首先从配件里找到水泵及螺丝，再就金属石墨垫片，再就是这一对法兰盘。然后由我们师傅给咱连接一下，咱看一下。咱们水泵呢也是有箭头的，箭头的方向朝锅炉主体的方向，就是朝咱刚开始安的指挥阀的方向。通过螺丝将咱的水泵紧固住，然后将咱的法兰盘直接上上。然后将咱的垫片、金属垫片垫到2个法兰盘之间，防止出现漏水的情况。咱们另一边也是和那一边一样，的连接方法直接连接上。咱们从配件里找到这根短的金属软管，将余热回收的出水口连接到水泵的进水口。这个地方也要注意，只要是螺纹连接的地方都要用塑料袋缠紧，防止出现漏水的情况。然后喇叭口和金属软管直接连接起来。金属软管的另一头直接连接到水泵进水口。咱们还剩余一根长的金属软管，这根管呢就是通过水泵的出水口连接到溅磁阀的进水口这个地方。咱们管件的连接方法这就已经完成了。然后咱们看一下后面部分水泵包括溅磁阀的接线方法。咱们首先看一下溅磁阀线连接方法。溅磁阀线伸出来2根红色的线，然后咱们锅炉伸出来2根不带线掐的直接线头的2根线，一根红色的，一根黑色的。这个不分正负，也不分火线零线，直接连随便找一根线对接起来就行了。连接好了，再将咱们的小红帽直接拧上，或者用建胶布直接缠紧，不要进去水。然后咱们另一边的溅磁阀也和这一边一样，直接接好。然后咱们看一下水泵
接线方法。首先，咱们找到水泵后面接线壳这个地方，咱们找到水泵的进线口啊，将进线口那一块塑料直接用东西敲下来，然后将水泵接线这个外壳拆开。然后咱们打开外壳，里面是这个样式的。然后里面有一个穿线密封塞，咱们到时候把这个密封塞上到咱们进线口那个地方，然后将锅炉上伸出来，剩下的2个带扦掐的线直接伸过来。然后咱们外壳上有一个线路图。咱对照线路图，电容的方向找到电容的方向，然后是 L 是火线 ，N 是零线。然后将咱锅炉上伸出来的一根红色的和一根黑色的线直接接上，红色的线是接 L 是火线，蓝色的线接 N 是零线。咱们把线接紧以后，然后把外壳直接上，咱们的接线就已经完成了。咱们1吨燃气蒸汽发生器的整体安装视频现在就已经结束了。咱们客户这边需要准备的是啥呢？咱们需要把天然气接到咱们进气口上，再就是压力维持到3到4千帕，天然气流量每小时必须要保证76立方。上面呢是咱的蒸汽出口，2个基因40的。然后咱们如果说并一根主管道的话，尽量用一个基因50的管道，然后直接焊接到咱们硬气设备。管呢选择一定要注意，咱们一定要国标的无缝钢管或者是不锈钢管，最小3个户的。咱们旁边这边呢就是咱们的排污口，也可以提前连出去。这个地方和下面那个基因40的那个口是排卤胆内部污的，然后这一块呢尽量用铁管，2个可以并在一起接到下水道。再就是咱们这个溢流口为了防止水溢出来，也是直接接到下水道。这个是咱这个余热回收的排污口，余热回收的排污口可以和那个并，但前提是什么？排那个的时候，排前面那个2个不锈钢的时候，这个不能打开，因为这个是常压的，里面那个是要冲压排污的。这个可以单独接，并在一起时候要注意，也是接下水道。然后这2个呢是冷凝水排污口，冷凝水排污口呢，为了地面干净，不要接阀门，直接接根管，也是直接接到下水道，通到外面去。咱们这边呢和那边是一样的道理，这个也是排水润剂和卤胆污的，也是尽量用铁管直接接到下水道。咱余热回收上面这个地方是2个219的烟筒，需要单独2根219的直径219的烟筒伸到室外，高度没有要求，直接伸到室外就行。伸到室外如果直的话，咱们最好是加一个防雨帽，防止下雨的时候淋到里面。上视频到现在就已经讲解结束了。等疫情得到缓控，本公司售后人员必定第一时间到达您现场给您讲解培训，也欢迎新老客户朋友到我们公司参观考察。谢谢大家。